37岁男子独闯阿拉斯加，惨遭数只野狼追杀吞噬，数月后被发现只剩白骨。据阿拉斯加日报报道，37岁的克里斯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户外猎人，也是陷阱捕猎的专家。他经常在阿拉斯加设陷阱，对野外生存与武器使用十分熟悉。他热爱户外带来的独处感，享受在大自然中依靠土地生活的冒险。1939年2月，他启程前往威尔士王子岛，该岛面积约22000平方英里，如今因其绝佳的徒步路线、露营环境与钓鱼资源而成为热门旅游地。克里斯特沿着索恩河逆流而上，来到他最喜欢的捕猎地点。他随身携带足够在荒野中生活数月的补给。他最近买了一把顶级的史密斯威森357马格南左轮手枪，在今天相当于价值约1500美元。当时这种型号还是新货，可能只生产了约5000支。克里斯特懂枪，也明白在荒野中携带这种武器的重要性。踏雪沿河前行10英里后，他终于到了小木屋未来几个月的居所。他卸下行李，生火取暖，干燥的松木在炉膛中噼啪作响，温暖很快弥漫整间木屋。克里斯特拉紧外套，听着风在木板间低声掠过，心里却是一片踏实。从这一刻起，他又重新回到了熟悉的荒野怀抱。接下来的数周，他过着完全由自然节奏主宰的生活。天亮前起身，背上装备，检查前一天布下的陷阱，再沿着河岸继续布置新的。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林间雪地，他都熟悉到可以闭着眼走。他享受狩猎带来的紧张与成就，也享受将猎物带回小屋，耐心剥皮、处理骨肉的那种沉稳专注。小屋角落里堆着越来越多处理好的皮毛，这是他与荒野交换的战利品，而他从不浪费任何一部分猎物的身体。3月2日，克里斯特锁上木屋的门，那扇门从此再也没有被他推开过。那天，他照例整装出发，把新买的357马格南左轮放进枪套，又将刀具牢牢系在腰间。积雪正在消融，林地里冒出新生的嫩芽，空气中甚至带着一丝湿润的泥土气息。春天正在靠近。克里斯特离开木屋数英里后，按照惯例沿着索恩河检查陷阱。他的小艇仍系在河岸，湖面坚硬如铁，还无法动用。但再过几周，只要天气足够暖，他就能滑到湖心垂钓，或轻松前往对岸的陷阱点。当他接近湖岸时，一阵极轻的声音突然划破了周围的寂静，他立刻停下，身体僵在半步之中，耳朵像动物一样紧绷着。那是树枝断裂的声响，不是风吹的方向，也不是路常有的轻快步伐，那是一种沉重、隐秘、带着压迫感的移动。他瞬间明白，附近有东西，而且不是小东西。克里斯特迅速抽出左轮，准备上弹，但就在他扣动装填机构时，他的心底猛地一沉，主发条断了，左轮无法上膛，无法激发，等于一块沉重却无用的铁疙瘩。他愣了不到1秒，便冷静地把子弹倒进口袋，重新检查武器。就在这时，另一声动静传来，更像是某个掠食者的脚步。克里斯特抬起头，看见了他，一只狼正站在100米外的树影间，半个身子隐在树后，用冰冷的眼睛盯着他。那一刻，空气仿佛被冻结，故事真正的灾难也从这一秒开始。手枪彻底失效了，激发机构死寂无声，仿佛在嘲讽他对安全的最后一丝幻想。他将子弹倒进口袋，试图再确认一次故障，但冰冷的金属触感已经告诉他，这把枪今天救不了他。就在他低头检查的瞬间，又一声轻微却清晰的动静划破空气。克里斯特猛地抬头，一头狼正站在约100码外的树影之间，他的身形魁梧，半边身体掩在树后，却像一道灰色的雕塑般静止。只有那双幽深发亮的眼睛，像2颗冰冷的火点，牢牢锁住了他。他不是刚来的，他已经观察克里斯特很久了。狼的鼻尖轻微颤动，嗅闻着空气，确认着猎物的位置与气味。克里斯特缓缓后退，胸腔里有一种原始、压迫性的恐惧正在升起。他无法用枪，那块铁疙瘩甚至不如一支木棍。他把它重新塞进枪套，保持每一个动作都尽量平稳，目光却始终没有移开那头盯着他的狼。他所在的位置，树木又矮又细，像被雪压弯的稻草，想爬上去根本不可能。而他记得，在湖的另一侧才有那些足以攀爬、能给他一线生机的粗大松树。克里斯特过去见过狼，它们通常胆小谨慎，只要嗅到人类的气味，便会像烟雾一样迅速消失在林中。但这一次不一样，这头狼既没有逃，也没有犹豫，它正面盯着他，大胆、冷静，甚至带着某种挑衅。他不是在防御，他在狩猎。而就在克里斯特意识到这一点时，真正的恐惧接踵而至。右侧的林子里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第2只狼。不久，又一只从左侧的影子里缓缓显现，一左一右，
一前方，他被包围了，狼群动作协调，步伐缓慢而压迫，像是在刻意拉长猎杀前的心理折磨。雪地轻微速动，他们正悄然收紧包围圈。克里斯特一步步退向冰封的湖面，脚下压实的雪发出清脆的嘎吱声。他拔出皮鞘里的匕首，寒光在微弱的日光下闪了一下。他将刀举在身前，手臂微微颤动。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克里斯特一边保持着防御姿势，一边缓慢地向冰湖中央倒退。冰面在他脚下发出低沉的咔嚓声，仿佛在提醒他，这是他最后的退路。而狼群的脚步声却几乎听不见，那种捕猎者特有的无声逼近，让恐惧更加浓烈。3只狼紧贴着林线走出树影，彻底暴露在开阔的湖边。他们的步伐协调一致，尾巴低垂，耳朵前倾，眼睛死死盯住猎物。狼的背部肌肉收缩，呼吸节奏放慢，这是典型的围捕阵型。克里斯特意识到，再拖下去他会死，他必须逃跑。一瞬间，他做出了决定，他猛地甩掉背包，让重量不再拖累自己，转身拼尽全力冲向湖的另一边。冰屑被他踢起，在阳光下四散飞溅。这一动作立刻触发了狼群的狩猎本能，他们像被点燃的火药一样爆发，低吼声几乎同时响起。3道灰影以惊人的速度追了上来，脚掌在冰面上掠过，迅猛、无声、致命。他们的速度在开阔地带完全释放，几乎在眨眼间便缩短了距离。克里斯特拼命奔跑，肺部像被火灼烧。他感觉到狼群的呼吸、低吼、爪子刮过冰面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几乎是跌扑着踏上湖对岸的土地。他没有任何停顿，立刻冲向附近一棵粗壮的树。他知道，只要能爬上去，他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跳起，双手猛抓住一根低垂的树枝。就在同一瞬间，一只狼也张开血盆大口跃了起来。那头狼结结实实撞上了他，巨大的冲击力像锤子一样砸在他身上，将他从树下狠狠掀翻。他重重摔落在地，冰冷的空气瞬间被打出肺部。狼群立刻扑上来，克里斯特竭尽全力反击，挥舞着匕首，刀刃在混乱中划开皮毛，刺入血肉。他确实刺伤了好几只狼，血溅在冰雪与落叶上，呈现刺目的深红，但数量太多了，一只咬住他的手腕，一只扑向他的腿，还有一只死死压住他的胸口。他们的重量、力量、獠牙与爪子倾泻而下，完全压制了他。袭击持续了漫长而残酷的数分钟，雪地被撕裂的声音、低吼、喘息、骨头撞击冰面的闷响，交织成原始而绝望的交响曲。最终，克里斯特的挣扎慢慢停下了，森林重新归于寂静，只剩下冰冷的风穿过枝叶。而直到整整4个月后的7月，人们才意识到克里斯特失踪了。在阿拉斯加，他独自涉险，单独狩猎数月是家常便饭。因此，最初没有任何人觉得异常。这个孤身与荒野为伴的男人，就这样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消失在广袤的荒野之中。但到了3月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的朋友们终于开始担心。美国专员随后派出2名人员去寻找克里斯特，他们找到了他的木屋，并彻底搜查了周围区域。他们在湖上游烧上油处发现了他仍被系在岸边的划艇，但没有发现这位林中猎人的踪迹。搜查人员认为，如果克里斯特已经死亡，那么在夏季浓密的植被中寻找他的遗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收集了木屋中的物品，将其送回了克里斯特的家乡凯奇坎。克里斯特的朋友们对这样的搜查结果非常不满，他们要求继续寻找。于是他们自发组织了一支新的搜查队，由前猎场管理员塞尔弗里奇带队。他们携带了能用来拖拽湖底的装备，以备克里斯特可能沉在湖中的情况。但那时已经是10月，距离克里斯特被认为最后离开木屋已经过去了7个月。搜查非常彻底。10月30日，他们再次确认了木屋的位置。近1周后，11月5日，他们终于发现了疑似属于克里斯特的部分遗骸与破碎的衣物。调查中提出的各种可能性之一是克里斯特可能死于心脏病发作或某种疾病，但证据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他被一群狼追捕，并最终遭到了吞食。最关键的发现是他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有明显的狼咬痕，而且刀却不在刀鞘里，而是落在湖岸边。附近还发现了撕裂的衣物、骨片以及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随后，在约50码外，他们找到了仍在枪套里的左轮手枪。有人推测，也许是狼在啃食他遗体时，设法从皮鞘里将刀弄出来并丢在岸边。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克里斯特自己曾拔出过匕首，试图反击。对于枪的检查显示，左轮的主发条断裂，而枪是空的，这一点至关重要。调查人员由此推断，克里斯特是在离开木屋后才发现枪已损坏，因此才把子弹卸下，试图修理。否则，他不可能带着一把坏掉的、没上膛的枪冒险进入树林。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克里斯特之死，
他似乎是孤身死去的，而狼群也不可能再被找到进行 DNA 比对。这起事件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证实，但根据种种证据，狼群攻击的可能性极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调查背景下，历史记录中并未出现过狼杀人的案例。最后，那些被认为属于克里斯特的遗骸被收集起来，埋葬在凯奇坎公墓。他的墓碑上没有标注出生日期，也没有标注死亡日期，这些细节，包括他为何遭遇如此命运，都将永远成谜。